如何看待自己的八字里面有没有贵人能帮？大多数老师是不是看神煞？约定在天得贵人，做小姐的就贵人特别多。我跟一个企业家看风水，我说你会倒闭，他破产了以后来找我，先生怎么办？师傅怎么办？用神是你的第一贵人，比如说你心经，你如果生强，财是你用神，喜神是你的第二贵人。甲木生于子夜是天寒地冻，是不是？那就要有丙火了。压制就是你的第三贵人。元丰地震。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Hello， 大家好，我是道源。道源老师啊，我们上期有做一个叫八字如何看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嘛？那其实反响很好哦，很多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有这个事业宫的扶持，但是呢，总是觉得缺乏一些贵人的帮扶。这一期再跟大家多透露一下，如何看待自己的八字里面有没有贵人能帮？好，老师每次讲八字的时候，觉得可能都会对传统的八字发起挑战，是，然后有新的观点，可能要重新定义一下八字。你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八字中的贵人呢？大多数老师是不是看神煞？对啊，什么天野贵人？对啊，什么月德贵人啊，天德贵人，月德贵人，太极贵人，对，太极贵人，你基本上就看这个，是吧？没错，然后就没有了，打开我们的八字，发现啊，月坐天乙贵人，月定在天德贵人，然后时支太极贵人，又在太极贵人，然后就说你很多贵人，我告诉你啊，做小姐的就贵人特别多，好，最起码有3个天乙贵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做小姐太多的贵人了，需要光顾她，太多的贵人他就不需要干活了呀，躺着赚钱就躺平啊，躺平了。所以女人贵人就不能得，不管是太极贵人还是月德贵人，还是什么天德贵人，任何的贵人，对，只要超过了3个，是，那就是贱命。我和别的老师又不一样，都不一样，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就是为什么他的观点是这个样子的呢？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喜欢看到不同的声音嘛。然后我算命解命，你要认命服命啊，就是得出这个答案以后，你要去相信它。对，我告诉你，我说你这个八字会得癌症的几率很高，你不要说这个老师胡说八道，不准，最后你不去检查身体，然后你得了。然后你说，段老师，你真的太准了，我现在得了癌症了，然后让我高兴不起来。对啊，因为他为什么不早点相信呢？因为我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流年，你容易做这个事。我跟一个企业家看风水，我说你会倒闭。他说我怎么可能会倒闭？他说段老师，你知道我有多少钱吗？你敢大言不惭的说我会倒闭？我房子有300多套，300多套。对，他破产了以后来找我说，段老师怎么办？先生怎么办？师傅怎么办？你不服？对，你现在来跟我讲有什么用？我不能够重新帮你投胎，没错，是不是？我做不到啊，没错，我只能尽人事。是，那你听天命，你不听，人事我没办法。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贵人，你是他的贵人，但是他不接受、不认可你讲的东西，对，所以他接受不了贵人的帮忙。所以就是你知道吗？就引申出来，没错。我接下来讲这一趴了，讲如何看自己的贵人，对吧？看自己的贵人。先天的命就是八字吗？没错。后天的运就是大运流年吗？没错。大运流年流月吗？八字你就看五行吗？用神吗？没错。谁是帮助你的人吗？所以贵人就是帮助你的人了。对。八字里面的用神，是你的第一贵人。用神是第一贵人。喜神是你的第二贵人。第二贵人啊。第3个贵人就是压制你的忌神的五行，就是你的第3贵人。那道源老师，因为您讲的用神啊、喜神、压制忌神的五行比较抽象嘛，还是以我举例子。举例子是吧？以我是辛未啊，比如你辛未，对，比如说你心经，你如果生强，那么的话，什么是你的用神呢？那就是财是你用神啊，就木是我的用神是吧？因为我克。如果是木命的人，身旺的人又财运好的，他都是你的贵人。那不是你那当然也是我。好，你是甲木对，甲木，这个是最好的贵人了。对，合作是最好的了。对，然后你告诉我，我去找我的天野贵人去。天野贵人是个什么？不知道。是个什么神煞？跟你有啥关系？没啥关系。对。所以这就是传统的那些八字，就像旧社会的那个裹小脚，小脚的那个布，又臭又长，又没用啊，又没用。然后这就是用神了。用神了。第一，第二喜神呢？喜神是吗？我是甲木了哈。甲木。然后我就不告诉我生于哪个月啊。假如说我生于子月，
甲木生于子夜是天寒地冻，是不是？对，那就要有阳光丙火了，对，去照耀了。所以丙火就是你的喜神，叫调候的。这个喜神就是你的贵人。哦，那我的调候是什么？你是辛金生于什么月呢？戌月嘛，戌月，火秋天旺嘛。，火旺，它戌是火土库嘛，火土，它就比较旺嘛，燥热嘛，是不是？它燥热的话，它就要有什么东西调候？要水，那要水调候。要水，对，如果你生强的，当然就是辛金是你的日元，日元，这个水就是你的食神和三官，食伤，它可以食伤泄秀嘛。哦，就水也是好的，它水也是好的喜神，哎，这就是喜神嘛。那辛金又最喜冷水，因为它不喜癸水啊。嗯，为什么不喜癸水呢？啊，都是水，为什么不喜癸水呢？对啊，因为癸水洒到你的心经上，你就会生锈啊。然后冷水它就是你这个脏了，用水洗，用那个阳水冲它，它就会越来越亮。所以你同样是要水，但是你就要冷水。因为心经喜冷水而逃。这是八字里面的一句口诀，它才能够出人头地，它才能够光彩夺目。对，那第二个喜神就是我要冷水了，对，冷水了。冷水了。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压制你的忌神，忌神的五行。五行。那我怎么能知道压制我忌神的？比如说你身强嘛，对我身强，那么金就是你的忌神呢，那什么东西来克金呢？火嘛，哎，火克金，哦，火也是我的这个，也是你的第三运势。第三用神。对，那就你就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了。就是找木啦、木啦、水啦、火啦。火啦。哦，要看这个火的个人运气怎么样。如果这个火他的个人运气很差，这个火对你帮助不大。虽然是你的贵人，有没有就是天天对你嘘寒问暖，就不给你带来财富的？我属金，对，我金是克你的啊。对，是不是你的用神？也是啊，因为是官煞嘛，你是官嘛，正官嘛，正官，所以你可以带来正向的东西嘛，好的东西嘛，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也能够发挥更多的能量。对，你是我的财，你可以帮我带财，我带财，我可以帮你这个官嘛，机会、名气嘛，名声嘛，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嘛，没错，就是官带来的嘛。所以你看，你找一个木命，这个木是其实他是你的贵人，可是这个木如果他能量大，他就是你的大贵人了。他能量弱的话，他就虽然是你的贵人，但是他没办法给你带来收益。那这是一个什么好人？好人，但是帮不了我，帮不了我。但是他不会给你带来，不会害你。这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八字里面看贵人是这样看的，而不是看天野贵人、天德贵人、月德贵人。这期节目呢，也真的是也正本清源了。是啊。那如果想要跟道元老师学习，或者说想要找老师去批算的，可以联系我们的 WhatsApp， 添加老师的助理，是的，然后去寻找到自己的贵人，然后也学习如何找到自己的贵人和帮别人找到贵人。我在这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讲贵人有多重要。我曾经做一个客户，他的妈妈70多岁，70多岁了，然后动手术，心脏病，医生告诉他这个活下来的几率，没有1成，就是10成，只有1成几率。其实还是说的好听了。所以他就求助我，说先生有没有办法让我的母亲提高她的做手术的成功几率？成功几率，然后我说我可以试一下，各位你知道我用什么方式吗？那是用八字，就是用八字啊，找贵人，找贵人。整个医院里面的就这个科室的可以给他做手术的人，来挑哪一个是他的用神，是他的贵人，最后让他去做这个手术，对，他来主导，做这个手术就活了。比方说，这个人是金命，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木是最大的大贵人，就找那个木命好的，对，就帮他做了。那要找印星啊，印星是搭救他的，又是他的用神的，这个是最好。就土生金的，对。如果比如说他八字生弱，土是他的印星，这个是能量最强的，那其次才就是说财星，财星，他都把你治死了，哪里还有财啊？所以先要保住命。对，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医生哈，有没有医生德高望重，然后的手术特别牛逼，有的吧？有啊，但是他会把一个人本不应该死的人给治死了。没看八字，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伤者的忌神啊，他就送他走的，就冲克他了，就拔掉你氧气管的那个人。对，只不过他是用手术刀的方式，他只要做了手术以后，为什么？这个很简单的嘛。是。在这个小的问题上面犯错啊，对啊，然后的话，怎么就血止不住呢？怎么就出现这种医疗事故呢？或者有没有医生做完手术以后蹲在那里，然后呢闷闷不乐？以他的医术是可以救活他，不可能犯这种错。但是他的命理是没有办法去救他这个人的。其实我觉得道元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很有这个普适性啊。本期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呢，我其实看到留言啊，很多人
除了对贵人、对财运方面有这个好的想法以外呢，还想了解我们的这个感情。要不我们下一期讲感情呢？好啊，好啊，好啊，好。好，那也感谢道元老师本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如何去看八字里贵人的方法。下期节目我们分享如何看姻缘，找到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另一半。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